我每天都会把一块破布丢进油锅中煎炸，再将其捞出，放在烈日上暴晒，然后用鲜血在上面刻画符文，就这样一直到师傅咽气那天。师傅，时候差不多了，你应该进万魂幡了。蠢材，为师高出你整整3个境界，就凭这块破烂抹布，也想容纳我的神魂？这幡我足足练了3年，最是滋养神魂。您要是嫌弃，徒儿这就收起来。只要您神魂不散，等哪天我羽化登仙，就去给您找一具躯壳重塑肉身。荒谬！你这小身板连玄天境主魂都未必镇得住，还大言不惭要复活老夫。您就说您到底信不信？收！这破布有古怪，怎会如此温养神魂？若是换做老夫，用同样的灵材，绝不可能练出这种效果。聚阴之物若无前序离更4阴卦压阵，不过是粗鄙的杀气。我调换了炼制时的阵序，消掉其灵气，自然更适合养魂。前序离更，你这孽徒竟然在阵法之道上走到了老夫前面，莫非你真是个怪物？孽徒，人都死了，你还想对为师的肉身做什么？玄天境的尸体最是难得，扔在这里喂野狗未免可惜。我打算将其炼成一具阴尸法魁，也算是物尽其用。你小子真是个天生的魔道胚子，老夫倒要看看你能翻起多大莲花来。花了几天功夫把师傅练成法鬼后，准备去平县看看。小子，急匆匆的准备去哪儿投胎？气海难成，总得找个灵气充沛的地方壮壮运气。哼，穷乡僻壤能有什么好去处？要想炼凝气丹，老老实实进深山寻药去。采药炼丹，少说得荒废10年光阴，这赔本买卖我不做。蠢货，难不成你想用血炼逆天而行？杀戮必然会让你煞气缠身。若是引来正道修士，以你的修为，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我却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性，师傅。在血炼之法里，人与禽兽当真有什么跨不过去的鸿沟？你疯了！兽血斑驳不纯，其中戾气入体，不出半载便会损伤神魂，让你变成一头非人非鬼的野兽。历代先贤只说兽血不祥，却没人讲清这背后的根本逻辑。只要能剖析出那股致人癫狂的毒素，未尝没有净化之法。古往今来，多少魔道大能都跨不过这道坎，就凭你这刚麒麟的微末修为，真理向来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若是凡事都亦步亦足跟着前人的脚印走，这仙不修也罢。坏了，这畜生居然如此机面！还好我早有准备，就让他来陪你们玩玩。启灵境的灵气过于微薄，无法精细淬炼。这血丹的炼制过程跟凡俗的大锅炖肉没什么区别。忙活了大半夜，只出了这半葫芦兽血丹。不过药效未知，得找几个皮糙肉厚的活物试试毒性。求这位仙师发发慈悲，给点热汤热水吧！孩子已经3天没吃上一口东西了，求求您！锅里有现成的热汤，自便。我把剩下的狼肉汤盛给他们。男人顾不得体面，夺过碗就大口吞咽；女人则小心地用指尖沾着汤水喂食婴儿。吃饱喝足，这刚生还的幼崽终于哭出了声。这大半夜的，你们拖家带口，在荒山野岭瞎望什么？不瞒恩公，前些日子县里突然发了告示，要强征2000童男童女，说是给仙山上的玉清剑宗当杂役。我家这根独苗还不足岁，落到他们手里还能有命活。无奈之下，只能逃了。玉清剑宗，那帮高来高去的伪君子，挑选弟子最重灵根，何曾受过凡人？这里头怕是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伎俩。不过此地离平县足有上百里，倒也碍不着我休息。醒了？既然醒了，就别闲着。我写的东西看得懂吗？恩公是在记录野味死前的幸态。过来帮我写，他每隔1刻钟有什么动静，给我记清楚。只要写得好，锅里的肉你随便吃。多谢恩公，小人定然不漏半个字。你个小兔崽子，到底在琢磨什么？师傅，放着好好的魂魄不养，您怎么老爱多管闲事？
老夫是怕你一脚踩进坑里，连带着老夫的魂也一起飞了。就算这破地儿离平县远，玉清剑宗那帮剑修御剑腾空，百里不过是眨眼功夫。你在这折腾魔功，就不怕把他们招来？哈哈哈哈！师傅，您糊涂啊！随心所欲，百无禁忌，这才叫魔道。我救人，不过是因为我今天心情好，随性而为罢了。唉。辰时，野猪狂躁撞墙；4时，发出似犬非犬的嚎叫，企图撕咬同伴；5时，吐血窒息而死。山雀亦是如此。果然是这样，这就是症结所在。服食血丹的兽类此前都表现出饿狼撕咬、咆哮的习性，这说明我在炼丹时并未将野狼的残魂杂质剥离出去。猪魂与狼魂冲撞撕裂，自然暴毙。同类相食才是千百年来魔修不肯说出口的捷径。现在只需要用一头活狼来做对照，真相自然大白。闭嘴！屏息凝神，一动都别动！刚才那是什么东西？那是玉清派的玄天境剑修，御剑游走虚空，那等修为，神识早过，便能将你斩杀。若能成仙，终有一日我也能踩在剑上。老狼，今天留你一命。想清除血丹里的兽魂杂质，就必须在成丹之时将多余的碎片抽取出来。好在我为了在万魂幡里养住师傅的魂，早把神魂的构造摸得一清二楚，吃透了底层逻辑，要举一反三并不难。那一瞬间，100余个惨白色的微弱兽魂化作漫天流光撞向万魂幡。我虚弱地瘫坐在地上，看着变得温润纯净的那些丹丸，忍不住握紧了拳头。天杀的孽徒！你竟敢用兽魂来污老夫的魂体！你要欺师灭祖吗？师傅息怒，徒儿手头紧，实在买不起第2件法宝，只能借您的宝地暂存一下。这几百头妖兽的碎片，给您吹吹风解解闷也是好的。你这妖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居然让你走通了这条异路，用干净的兽血修炼，你这到底算是什么道？能让我成仙的道。师傅，我要去平县。孽徒，你疯了不成？平县如今有魔头假借玉清剑宗之名，四处搜刮童男童女。前几日那道剑光也分明是冲着平县去的。此刻的平县正魔2道势力交汇，凶险至极。兽血虽多，但林子里的野物迟早会被我杀光。要想更进一步，我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劣质兽血。全郡只有平县的各大屠宰坊才能有这等功绩。你疯了！你那面幡上血气森森，一进平县城门，玉清剑修立刻就会心神感应，哪怕是个看门的杂役，也能一剑劈了你。所以我不带他进城，这白帆我打算暂时交给外面的杜书生，让他们一家带进山林避难，等我站稳脚跟再去取回。你一个刚入门的小魔头，还没到出师的时候。师傅，你散了修为。为师已将魔功尽数散去，万魂幡便只像是一件自生灵性的法宝，便是玉清剑宗掌门亲制，也看不出端倪。只是这万魂幡最多只能让我再撑3年。师傅，你这是嫌命长吗？我费尽心思练这万魂幡，究竟图什么？怎么，之前的成仙之志哪儿去了？你若能在3年内踏入合道境，为师自然还有救。明知道老头是在激我，但我没得选。3年之内，徒儿一定找到救你的法子。少吹牛，为师要睡一觉。若不是快死了，别来烦我。万魂幡沉寂下来，就如同一块寻常破布，再不见丝毫神意。我盯着白帆看了许久，心中忽然有了计较。初入平县，百业雕派，唯独那些见不得光的暗流在疯狂涌动。我伪装成算命先生在此落脚，本想赚些修行盘缠，可做了大半日，来打听消息的倒是不少，却没一个舍得掏真金白银的。喂，油鼻子，瞧你这招牌写的挺大，老子今天倒要称称你的斤两。算算看，老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算不准今天砸了你的摊子。皮肉结实，体内却毫无真气变动，纯粹是个狗仗人势的恶霸。既然主动送上门来当垫脚石，那便别怪贫道下手狠了。头一卦只要1枚铜板，说中你付钱，说错我100倍奉还。阁下姓王，贫道可曾说错半个字？哼，瞎猫撞上死耗子罢了。平县姓王的多的是，有种跟爷爷再算一卦。贫道这摊子有个规矩，每多算一卦，卦金便要翻上1倍。规矩照旧，错了
千百倍赔你。身上带了足足上百文铜钱，足够算上几十卦。这外乡来的穷道士，难道还真能回回算准不成？只要他错一次，自己就能连本带利全抢回来。好，爷爷今天跟你赌到底，继续算。王老六腊月23生辰，母病卧床，膝下有3子，长子偷鸡，次子摸狗。哦，对了，你家那只土狗右眼眶上带着一圈白毛，见人便吠，对是不对？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暗中调查过我？一卦接一卦，王老六，你正要开口的这一卦已是第18卦，按规矩翻倍至今共计131072文，还要继续算下去吗？放屁！你这是抢钱，是敲诈！老子非去县衙告死你不可！感念诸位街坊捧场，今日贫道也算开张大吉。接下来的卦一概不收分文，只结善缘。求大仙指点。上仙，我是来求财的。你这上仙可厉害了，快到我了。忙碌了一日，兜里竟然只落下1文钱。不过无碍，神算子的名号今日一过，便会在平县上流权贵中传开。那些高门大户、土豪绅士自然会上赶着送银子。修行需要的大量资源，这不就送上门了？只是眼下这出戏还有最后一道引子要收。仙师，您看小人今天这出戏演得如何？没露什么破绽吧？那小人家中卧床的老母，此药服下，可保你母亲气血充盈。往后给贫道收敛些，少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否则贫道能救人，亦能杀人。是，小人日后定然痛改前非，多谢仙师救命之恩。好恐怖的逆行手段，建议纯粹无瑕。若刚才被这一剑命中，我连祭出万魂幡的机会都没有。道友，深夜冒昧打扰，实乃有一事困惑，不知可愿赐教。不知仙子深夜尾随一个落魄散修，所谓何事，又该如何称呼？玉清剑宗慕容雪，天下第一正道剑宗。若被他看出我体内这杆万魂幡是魔门之物，今日怕是要交代在这里。幸好师傅散去了幡中全部魔功，如今看起来只是一件辅助法宝。道友不必如此戒备，那法宝自生灵韵，却是罕见之物。但我玉清一脉向来行事端正，断不会做出杀人夺宝的无耻勾当。我只是有几处疑点，想要向道友求证。仙子请讲。萧某若是知晓，定知无不言。今日平市县中，你处处算命，招摇过市。如今城内正有邪修四处搜刮童男童女，我怀疑你便是那邪修安插在城中的同伙眼线。仙女未免太看得起萧某了，我不过是个刚摸到起灵境门槛的卑微散修，若真能做出那等惊天大案，何至于在这街头为了1文钱坑蒙拐骗？正道修士查案，莫非都如此捕风捉影？天下卜算之术奥妙无穷，非玄天修为绝难看破天机。你今日算了几十卦，竟无一错漏。若非神识玄天的魔门高手隐匿修为，难不成那街坊百姓全是你请的托？卜算奥秘，是涉师门传承，本不该向外人言说。不过若能解除仙子心中的误会，倒也不是不能商量。我瞧仙子眉宇间隐有焦虑之色，想必是追踪那邪修遇到了瓶颈。若是我替慕容姑娘解了这心中大惑，不知能否从玉清殿宗换得一枚凝气丹。血炼寿丹煮酒杂质繁多，对经脉自身不行。若是能直接拿到名门正派的凝气丹辅助，不仅能省去血丹炼制的麻烦，还能尽快凝聚气海。凝气成丹极耗心神，我此次下山并未携带现成丹药，但我随身带了几株玉清派药铺出产的上品灵药，其药力精纯。你若真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些药材便是你的了。姑娘，屋里请。好东西，这几样上品灵药，若是让我去访师淘弄，不知要耗费多少岁月。第一剑宗出世，果真大气。仙子果然爽快。既然如此，萧某也不故弄玄虚。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窥天之术，不过是摸透了凡俗的人情世故与察言观色罢了。殿殿老者求问子嗣，多半是家中火成自有忧，血气方刚的后生来问，不是成婚多年无出，便是只得千金，盼子心切。至于那些求平安的，他们言语间破绽百出，不外乎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我只需顺着他们的京剧说几句温和的宽慰话，在暗中赠点调理身体的普通草药。人只要陷入局中，面对看似关切的含糊言语，便会不自觉地自行脑补对号入座。久而久之，我便是他们眼中的在世活神仙。萧道友心思细腻，洞察人心之能简直惊世骇俗。既然如此，
我有一不情之请，还请道友速助，利用你这看穿人心的本事，与我共同查明这平县孩童失踪的幕后黑手。真是个天大的麻烦！名门正派的出没任务，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可若是能借助他的身份，日后等他继任高位，说不定能带我进那玉清剑宗的万卷藏书阁中，寻找唤醒师父的绝妙古法，邪修残害无辜。萧某虽然修为浅薄，却也深恶痛绝。萧某这条命就陪仙子走一遭。不过萧某目前修为浅薄，若要深入虎穴，还请仙子帮我护法。容我先把这炉凝气丹炼成，否则遇到强敌，我只能拖累仙子。此事简单，随我来。城外灵气更适合开炉。这有些宗门的炼丹基础心得与阵法残卷，你可以参照。我为你守住洞口，防止有野兽打扰。眼前的聚灵阵，其阵纹行云流水，吸纳灵气的动静竟比玉清宗内的制式阵法还要浑厚。你当真只是个平民散修，竟然也懂得这等玄奥的古阵法？前人刻画大阵，大多因循守旧，拘泥于古法。我只是去掉了一些冗余无用的繁复符文，使其回归原力运行的本源，效果自然好上一些。好重的魔气，用魔道同行在此开坛练功。丧尽天良，随我追！对方显然刚走不久，却神色慌张。他跑不远。不愧是天下第一剑宗，这寻踪所弃的符术当真精妙。老头子，看来咱们以前在魔道混的确实寒碜了些，全靠肉眼找人。这3道凝丹境的雷剑符，你且收着，留作防身之用。赐你3道剑符，你老老实实留在此地，等我回来，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这丫头脾气急躁，虽然嘴硬，心肠倒是不坏。不过眼下谷中怨气冲天，正好可以掩饰我突破的动静。必须赶紧把丹药给炼了。这等名门宗派精心培育的药材，当真非凡俗垃圾可比。若靠我自己去深山老林里采，最快也得虚度3年光阴。乾坤借火，太乙凝丹。了。灵力如万重海潮奔涌，比原先狂暴了1倍不止。这便是凝气境，气海已成。以前催动符文繁复无比，现在只在一念之间。这便是境界提升带来的降维变化。慕容雪这一去已有数个时辰，以他的实力，寻常邪道难以招架。可若有埋伏，罢了，名门底牌无数，用不着我操心。最紧要的是，那魔修为何急着搜捕3000童男童女？如此大张旗鼓触怒玉清剑宗，显然在急着赶工，这里面必然有更大的图谋。大手笔，这并非寻常的聚灵坛，而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阵基。这是魔门的噬灵大阵。原来如此，以人血喂养，抽取灵魄。不过这符文只刻了一半，阵法还没有彻底成型。这又是什么？好恐怖的威力！稍晚一些，我便要在这一掌之下沦为烂肉。原来是用来守卫大阵核心的护阵傀儡。看来那魔道同行怕阵眼被人盗走，还在此布下了守卫。只要木匣一动，这东西便会暴起杀人。个铜皮铁骨的，若无凝气剑，方才这一阵就要了我的命。慕容雪给的3张玉清剑符，每张都封存了凝丹境的一击之力，这本是他用来让我保命的底牌，眼下也顾不得心疼了。妖物，受死！好一个皮糙肉厚的铜疙瘩，正面吃了一记凝丹境剑气，竟然连速度都没减半多少。
避无可避，只能搏命了。3张宁丹境剑符全部耗尽，若是今天开不出有价值的灵物，萧某这次当真是血本无归了。魔修的残魂，难怪这傀儡如此难缠，原来是用秘法将残魂封入相中。这手法虽然粗陋，但与万魂幡中拘魂炼魄的手法如出一辙。整个噬灵阵的阵眼，17层符文大阵，好大的手笔！以我现在的阵法造诣，竟然也只能勉强看懂最外层的3层聚灵、锁魂与逆转。这块晶石本身也是一件罕见的天才地宝，里面流动的血色，分明是成百上千童男童女凝聚而成的精血。不过这些邪修倒也是给我做了一件大嫁衣。跟着正道的天才出来历练，确实有意思。大鱼被他抓了，而大鱼留下的鱼饵全成了我的盘中餐。只是这等好差事，以后怕是不会再有了。等他解决完那魔修回来，我得想个法子，多捞点实在的报酬。好重的腐肉味，果然躲在这里。玉清剑宗来得可真慢，本座的血茶都等凉了。入迷门的企图，平县3000童男童女，便是被你等炼了血魂。女娃娃，大劫将至，这世道万物都是炉鼎。我佛渡人，我空业不过是送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何罪之有？强词夺理的魔道妖孽，今日便教你血债血偿。雕虫小技，给我破！本座要你抵命！玉清斩魔，荡平庄。玉清派最出色的天骄，确实名不虚传，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对劲，他死得太干脆了。那最后一句话，倒像是在引导我去别的方向。按理说，那魔修被斩，这阵眼应该彻底暗淡才对。为何他体内的血纹流动速度反而加快了？不好，大阵并没有停止，他在抽取其他地方的灵力。什么东西？大阵钥匙还我！宁丹境后期，是那老魔因金蝉脱壳之法，将残魂转生到了法馈身上。该死的，这一击的力量绝对到了宁丹境后期。根本无法跟上他的速度，只能硬撑了。这具肉身要是毁在这里，师父，咱们师徒可就真要到地下团聚了。你个孽徒，傻躺着等死吗？储物袋里的残魂珠，那玩意儿是那老魔之前分化出的本源魂魄，快捏碎它！公元魂魄反噬，不好受吧？
神魂反噬支撑不了多久，必须在他清醒前逃到开阔地带。想拿我的命，你也配！小道友，你撑住！是我大意了，没料到他竟然还有替死之身。这有一枚玉清生骨丹，快服下。慕容姑娘，不必如此，我这人命硬，阎王爷。都怪我执意追捕，却漏算了他把镇魁和神魂藏在此地。若非你拼死打伤他的手臂，今日我回宗门也无颜交代。这宁丹后期的傀儡魂和与17层阵眼都归你，我下山历练，并未携带太多资源，这些是你应得的。不愧是宗门大弟子，出手大方，倒省得我自己再去找借口。不过看着他现在这副愧疚的模样，我似乎还能索取更多一些。为了让我安心养伤，慕容雪在平县找了处僻静的宅子将我安置下来，她自己则是每日都在屋外为我守着。不愧是玉清剑宗的灵丹，这具身体虽然资质一般，但这魔宫自带的强悍肉身恢复力，加上极品丹药，倒是恢复的极快。第7天了，还剩下最后13层符文，只要能彻底反推这噬灵阵的核心，我的符文造诣便能正式突破1阶。即便不布此阵，寻常的杀阵也休想困住我。这丫头倒是难得的贴心。萧道友，你对阵法一道如此执着，比宗门内那些整日只知比斗、心高气傲的同门要纯粹得多。若是你能入我玉清内门，必然能有一番作为。慕容姑娘说笑了，我不过是个在泥潭里求活的散修，没什么资质，自然只能用些笨办法去学习。听到如此谦逊且平静的回答，慕容雪美眸盈盈，如今她的双眼中除了原先的愧疚，竟也多出了一抹难以察觉的异样温存。雪儿，你离宗数月，音信全无，结果你居然与这个来路不明的野道士在这里私相授受。叶金秋，我的事何时轮得到你来管了？还有，谁允许你用这种语气对萧兄说话了？他可是我的恩人。恩人，雪儿，你清醒点。为兄方才一踏入这院子，便闻到了一股散不去的腐肉与鬼祟气息。这病秧子体表下有一股驳杂而暴虐的邪气，他分明是个隐匿修为的魔道妖人。萧母境界卑微，为了帮慕容姑娘打碎那宁丹傀儡，被洞穿了右胸。若是大师兄觉得萧母是魔，那便一剑劈了我吧。只是可惜了慕容姑娘辛苦保下的噬灵阵核心。叶金秋，你若再敢踏前一步，休怪我的剑不认同门。雪儿，你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废物，居然要对我动剑！你为了他，竟敢忤逆长幼之训！叶静秋，你除了用身份压人，还会什么？大敌当前，那魔修藏匿在平县，可曾找到过一点线索？若非萧道友舍命助我，我早已死在了那石坑底部。而你一进来便信口雌黄，往别人身上扣魔修的帽子，你这般做派，当真丢尽了我玉清剑宗的脸面。你，慕容姑娘，切莫为了我伤了同门和气。既然叶道友觉得萧某无能，那萧某便用这阵法核心自证清白。叶道友，你若有空嫉妒萧某，不如先看看这个。此阵一处启动，3处同名，那3000名孩童最后便消失在另外2处未曾发觉的极阴之地。雪儿，你当真被这卑贱的散修迷了心窍？他随手捏个障眼法，你便信了他？什么3处祭坛，
分明是他随口编造出来的谎言。叶静秋，你的眼睛若是坏了，玉京宗药谱里多的是治眼睛的灵草。这噬灵阵的核心阵眼就在这里，其上的气息与城内失踪的孩童一致。你若连这都感知不到，便滚回宗门闭关。慕容姑娘，莫要为了我伤了同门和气。大师兄说的没错，我不过是个前进的残修，境界微末，也许真的是我的念错。你这满嘴谎言的妖人，装什么无辜？叶金秋，你再敢动萧修一下，今日我便带师门清理门户。好，既然你说有另外2处祭坛，那本尊今日便跟着你们。若证明这废柴是在信口开河，本尊定要将他挫骨扬灰。我们走。就是这里，加分之下便是阵基的入口。起开！一个连御剑都不会的废物，也配在本尊面前指手画脚？雪儿，你看好了，区区妖邪阵基，本尊一剑可破。该死，这武器有毒！萧道友，跟紧我。仙子放心。妖孽，玉清派的废物也敢来坏本座的好事！雪儿好剑法，本尊方才不过是大意了。若非这地宫压制，大师兄，你若还有力气废话，不如看看那血池。这是什么怪物？雪儿，此魔不可力敌，我们快退，回宗门请长老出山。玉清派弟子岂有临阵脱逃之路？慕容姑娘，她的骨骼里融合了噬灵阵的第7层分力符文，任何单一的剑气攻击都会被她全身的骨头平摊分散，除非一次性震碎她全身骨骼，否则斩不断源头，她便能借尸坑血水无限再生。斩不断源头，这该如何是好？指望这废物是不成了，拼一把。他要抢阵眼，他果然是魔修的徒，必须开启大阵。雪儿，本尊今日便替你斩了这叛徒！叶金秋，你敢！愚蠢！噬灵逆转，万魂归宗，给我出！你这蝼蚁，本座要撕碎了你！萧道友，放手去做，有我在，他休想伤你分毫。成了，给我碎！好徒儿，干得漂亮！雪儿，你看，你快看，聚魂幡，他手中拿着的是魔门的聚魂万魂幡，本尊没有说错，他就是魔道的奸细。终究还是瞒不过去。罢了。叶金秋，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我便一剑划过你的喉咙。雪儿，你疯了！他用的是魔气，他是魔修。萧道友用这所谓的魔气，
救了平县3000孩童尚未消散的怨魂，而你，玉清派的大师兄，在妖魔面前临阵脱逃，甚至在背后对救命恩人暗箭伤人。萧道友，名字并不重要，法宝的好坏也只在人心。今日多谢了，我们去最后一处祭坛。好，成了，给我碎！好徒儿，干得漂亮！雪儿，你看，你快看，聚魂幡，他手中拿着的是魔门的聚魂万魂幡，本尊没有说错，他就是魔道的奸细。终究还是瞒不过去嘛。罢了。叶金秋，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我便一剑划过你的喉咙。雪儿，你疯了！他用的是魔气，他是魔修。萧道友用这所谓的魔气，救了平县3000孩童尚未消散的怨魂，而你，玉清派的大师兄，在妖魔面前临阵脱逃，甚至在背后对救命恩人暗箭伤人。萧道友，名字并不重要，法宝的好坏也只在人心。今日多谢了，我们去最后一处祭坛。好，整座平县3才大阵的阵眼共鸣已然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深入其中，才知别有洞天。不知死活的小辈，竟然连破我们2处祭坛！不过今日到了这里，便是你们的死期。高个玄天镜交给我，那个矮个的凝丹镜，你想办法拖住他片刻。慕容姑娘，你真看得起我？那可是凝丹镜，大境界的压制，我可撑不了几招。我相信你，你身上有前2处的阵眼，以此处的阵法反向操控，可有一战之力。小子，受死！死吧，快死吧！死在魔修手里，看雪儿还怎么护你！大阵，给我灭了！这不可能！你一个凝气境，怎么可能反向操控噬灵大阵？这怎么可能？这废物怎么会这么强？不，本尊才是玉清派的大师兄。给本尊死！滚！大师兄，既然你这么喜欢阵法，那便在这里趴个够吧。老东西，你的魂我收了。叶金秋，今日起，你被逐出玉清剑宗，滚回去向戒律堂领死。雪儿，不，师妹，饶了我吧！看来这位大师兄的历练到此为止了。这根本就不是噬灵祭坛的阵图，这是地底封印大阵的启动拓印。封印拓印，什么意思？杜虚门的人用平县3000人的骨血作为钥匙，开启这3才大阵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炼化平县，他们是为了在最后一刻彻底逆向崩解平县地底下那个被封印了数千年的远古大妖。地底下封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等绝密，怕是只有死掉的那几位杜虚门的掌舵才能知道了。我只是个懂点阵法的小散修，这救世的活计可不适合我。此乃玉清门阵法正道真传抄本，是我随身拓印之物。
大劫将至，我不便强留你，但你的天赋不该被埋没。这玉简或许能助你。名门大宗的底蕴，果真非同一般。萧道友，你若愿意，随我回宗山面见师尊。以你的惊世天赋与破阵大功，内门弟子的身份指日可待。何苦在外当一介散修，受尽白眼？慕容姑娘好意，萧某心领了。但我一个习惯了在泥潭里随心所欲的散修魔头，跑去你们那儿等规矩森严的名门正派，那不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吗？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再勉强。此行若无道友数次拼死相助，慕容早已身孕，大恩不言谢，日后定当结草衔环。还未请教道友真正名位，日后如何寻你？不过是见义勇为分内之事罢了。在下萧凡，慕容仙子保重。我修魔道，不问这些，不染因果，只求一个痛快随心。